大家好，我是道慈。期盼已久 ，Sony 全新 G Master 2代的大三元最后一块拼图 1635GM Mark II 终于发表了。OK， 我相信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观众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三元。一般传统我们在介绍相机的镜头，如果你听到大三元、小三元，其实都指的是他们的标准变焦镜。一般来说呢，大三元就指的是光圈横丁 f2.8 的3颗变焦镜，包含了1635、2470、70-200。但是呢，每一家可能它的焦段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像以前尼康会有1424之类的焦段，但是呢，在 Sony 上面呢 ，Sony 的大三元就是1635、2470跟70-200。那我们在过去几年呢 ，Sony 已经有推出了 G Master 的大三元，那这是我们所谓的旧大三元。但在这2年呢 ，Sony 不断的更新他们全新的 G Master 镜头。整体的体积更小，画质更好，然后呢，功能性包含光圈环的这些细节呢，都装上去了。那终于呢，在今天呢，推出了全新的1635GM 2代之后呢，完成了全新的新大三元。这3颗呢，都是 GM Mark II。OK， 我相信大家已经很好奇这一颗镜头它的规格。那详细的规格呢，我们会列在旁边。但是呢，最大的重点呢，就是这颗镜头它的重量只有547克。如果你有用过1代镜的话，你会知道这个重量其实有一点的差距。然后呢，我们同时把它摆在画面中央，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呢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有差的。唯一没差的就是口径都是82mm，所以滤镜也是可以使用同一款。然后呢，它有增加了光圈环的设计，所以呢，1代的 GM 镜是没有光圈环的，但是在2代的这3颗镜头呢，它都是有搭载了光圈环的。同时呢，光圈环一样是可以把它调整成无段的，所以无论你是在拍照或者是在录影上面呢，其实都是相当的好用。那这颗镜头呢，除了它重量大幅度的缩小之外呢，尤其是边角画质有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它的对焦速度呢，因为它搭载4颗 XD 线性马达，所以它的对焦速度呢也非常的快。再来呢，还有就是它的抗耀光能力呢，也比1代进来的又提升了不少。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竞拍能力呢，它从1代的 0.28 公尺呢进化到了2代的 0.22 公尺，所以在近距离拍摄呢，2代镜呢又比1代镜带有了一些更好的优势在。那这时候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镜头都摆在这里呢？因为其实呢，从1代呢到2代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刚刚有提过，这一颗1635呢，它比起1代镜呢轻了不少。那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介绍过 G Master 镜2代的这3颗镜头，2470我们介绍过，70-200我们也介绍过，我们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都比1代镜轻了不少。总体而言呢，他们到底轻了多少呢？1代镜的3颗镜头加起来重量是3046克，就是3公斤重，但是2代的这3颗镜头加起来呢，只有2公斤。2.2公斤重左右，所以呢，这2组镜头呢，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们的重量差呢，刚好差了一台 A1。也就是说，你原本1代镜3颗镜的重量呢，在2代这边呢，你要背起来呢，你再多带一台机身，其实呢，重量是几乎一样的。那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2代镜呢，它扎扎实实的比1代镜呢轻了一台 A1。对于如果今天有大量工作拍摄需求，或者是你有出国旅游需求，你的拍摄会需要用到 G Master 镜头的话，那我相信呢，以携带上来说，有背过人都知道，差一台机身重量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哦。那的确，这一次呢，3颗 G Master 镜2代呢，在重量上面的革新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这颗镜头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观众可能对于1635这个焦段比较陌生，所以我们还是稍微分享一下1635。我觉得在使用上，尤其是 f2.8 G Master 2代这个镜头啊，它在这一次我们出国使用的，跟在台湾使用下来的一些心得。那我认为啊，1635它本身，如果你要拍人像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营造出非常大张力的一个镜头。我们都知道，超高广角人像一般不是那么好驾驭，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会尽量让人的头部啊是集中在镜头中心，并是最小的部分。但是呢，在肢体的上面呢，你可以利用一些延伸的方式呢，去让肢体的张力变得比较强烈一点点。尤其是人太紧的时候呢，效果其实也非常的好。我认为在出国的时候啊，其实这颗镜头呢，你在拍摄一些大景，效果也是蛮好的。如果你今天想要拍一群人，或者是你今天想要拍单独一个 model 搭配后面的景色，那在运用这颗镜头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利用它会变形的特性呢，来创造出一些独特的效果。我们这一次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利用这颗镜头拍摄的场景主要是在
关门大桥这个地方，也就是日本的本州连接9州的那座大桥。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很多，因为大桥嘛，它有很多可以引出张力的感觉，所以呢，我在拍摄的时候呢，我尽量利用它广角变形的感觉呢，去把大桥的张力再延伸的再更夸张一点点。那我在拍摄玉涵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啊，因为它同时带有35端跟16端，你想要拍的稍微没那么变形，比较安定一点的时候呢，你用35端再带紧，其实效果也很好。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夸张一点哦，拍他们靠近一点点，或拍前后那个变形的感觉，那种很有第一视角感觉的话，其实用16端呢，我觉得拍起来效果也是很好的。那我认为在街拍上，如果你是很喜欢带前景的那种摄影师，你喜欢利用前景的形状搭配远景的话，其实啊，使用16端去拍摄呢，也是一个蛮好挑战的部分。那因为它的光圈是 f2.8，同时它的焦段非常的广角，所以在夜景拍摄的时候呢，效果也是特别的好。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夜景的时候呢，你的快门其实可以放的比较慢一点点，比较不会有手震的感觉。同时它 f2.8，搭配现在相机的 ISO 值其实可以开很高。如果今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搭配这个镜头，我觉得大多数的场景，尤其到夜景啊，其实都是可以运用的。它虽然是 GM 镜头，但是因为它的重量其实减轻了很多，只有547克，所以我认为带去旅游上啊，它其实负担上也不会太大。那我后来发现，我们其实频道很多观众，他在选择旅游镜的时候呢，都蛮倾向于去选择一颗广角的变焦镜。如果今天你有喜欢这种广角变焦镜的话，那这颗镜头啊，我认为它的确是一个你可以考虑值得购买的一颗镜头哦。好，那接着呢，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颗1635 GM2代在拍摄动态上面的一些心得。其实我觉得，在大三元里面，广角的1635是最适合用来拍摄动态的。不论是你要上稳定器拍 vlog， 或是拍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其实早在当初 GM1代的时候呢，我就看过有很多 YouTube 在使用这一颗镜头。那我也自己实际到店内去使用过这一颗镜头。使用完的当下，我就觉得，不用购买，因为真的太重了。其实我一直非常期待1635 GM2代的出现，因为它的出现一定代表着它的体积跟重量有相当大幅度的缩减。那我们这一次在日本呢，其实我们有长时间使用了这颗镜头当做我们动态的主力镜头。那它其实不论在重量以及体积上，还有它的画质上，我觉得都是相对优秀的。而且它在对焦速度上也是非常迅速，然后再来有一点是我觉得在动态上来说很好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变焦环是顺畅的，它不会像是一般的镜头可能很卡，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上稳定器的时候呢，你可以快速的做变焦，可以让你很快的去抓拍一些你想要使用稳定器拍摄的东西。我觉得我对于这颗镜头呢，最大的感想就是我非常的喜欢这一颗镜头，不论是它的体积、重量，还是任何，我觉得每一点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包含说它的转起来的顺滑度，以及它具有光圈环的设计，还有它的口径啊什么这些，我觉得搭配我现在使用的机身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我对它的评价就是，反正出来我就是想买，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会想买一颗啦。那大家有看到开头那支影片吗？那支影片都是全程使用1635 GM2代来去做拍摄的。那是我们在日本的一些日常随拍的小记录。我觉得它在日常随拍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在对焦处理的速度上非常的快，它可以很快速的去抓到我想要对焦的东西，以及呢，它在呼吸效应上的控制很好。因为我们如果在日常随拍快速的变焦的时候，或是你快速对焦不同物体的时候，你如果呼吸效应控制的不好，你会有很大的抽搐感。这一点在2代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因为说实话啦，其实你在旅游上面，当你有一颗比较小巧、比较轻的镜头，你会更愿意把它拿出来拍。如果你今天带了一颗体积很重很大，即便它画质再好、焦段再适合，整体来说再棒的一颗镜头，其实你也不会拿出来拍。所以我觉得在日常随拍上，或是在日常工作，或是在任何时候，其实你有一颗相对来说比较轻、比较小巧的镜头，会更让你愿意把这颗镜头拿出来拍摄。其实，在这一次旅程之前呢，我其实有跟老师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一颗70-200镜头啊？因为我想要去日本的时候，我想要拍一些长焦段的压缩啊什么的。然后主力镜头是用1635 GM2代这一颗，但是因为这4天呢，我每天都被老师拖着走28000步以上，所以其实呢，最后70-200它是躺在饭店，它根本没有出门。然后我全程基本上到后面都是只用1635 GM 这一颗2代的镜头，尤其是在旅行拍摄上，我觉得重量跟体积的优势会被更放大出来。
所以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一颗镜头是我认为大三元里面最推荐给动态录影去购买的一颗镜头。而且如果你今天是具有1代镜头的话，我也非常推荐更换这一颗镜头。OK， 我们最后呢，帮这一颗 1635G Mark II 呢做一个简单总结。那哪些玩家适合购买这颗镜头呢？当然，我觉得职业的摄影师呢，你要选购这颗镜头绝对没问题的，因为它的画质呢比起1代又进步了不少，尤其是在边角的地方，我觉得这是让人蛮惊艳的一个部分。还有它对焦速度非常快，因为现在相机其实机身驱动的对焦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又有各种 AI 辅助的功能。那我相信未来呢，像这样子的镜头呢，它更能够跟上你机身应该要给你的性能。再来呢，如果你本身就是1代的用户，值不值得升级成2代呢？我必须坦白讲，如果你的预算上比较没有太大限制的话，升级成2代呢，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它重量跟体积其实是有差的。那我们都知道，你单纯这样拿起来，你可能会觉得，不会差太多，差100-200克可能还好。但是你今天如果是一整天的拍摄，长时间的使用，像我们可能比如说拍摄婚礼，一天拍摄可能都是8小时、12小时，那么100-200克的重量啊，其实会对你的负担上面啊差别非常的多。所以我认为，无论是职业使用者或者是业余用户，其实这颗镜头都是蛮推荐可以购买的。即便你是1代的用户，你要升级成2代，我个人都还是会是推荐的。那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这颗镜头如果在你预算比较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我觉得它能够给予你的张力跟画面啊，其实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如果你要拿去搭配，可能像是2070然后 F4 这种镜头，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出国旅游，我今天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你要去欧洲，到了巴塞隆纳，你要拍摄圣家堂，你由下往上拍的时候呢，我认为这颗镜头啊，绝对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效果。就这样，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呢1635在拍照跟录影上面的一些心得。那如果你对于相关的一些资讯，或是你对于这个镜头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你会不会考虑购买这颗镜头呢？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留言区，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这颗镜头。OK， 那我们是我的 OK， 我是道慈，录影的部分是由正颖来提供。那后面呢，在后面不知道在干嘛的是玉涵。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